我被我的妹妹扔进了火炉中，不断挣扎。无论我怎么求饶，我的妹妹就是无动于衷，只因为我不愿将我的男朋友让给她。一切的感觉已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灵魂被燃烧的错觉。80度的高温是什么概念？是皮肉被烫熟，轻轻一碰就会脱落；是连呼吸都只能小心翼翼，否则高温会将肺部烤熟；是连地面都不能踏足一步。上一世，我就是这样看着自己的皮肉开始脱落，意识变得模糊，而我的亲妹妹正裹着从我身上扒下来的降温衣，灼烧般的疼痛从皮肤蔓延到骨髓。我最后看到的画面是陆远那张熟悉的脸和我那善解人意的妹妹夏薇依偎在一起，他们身后是我用半条命换来的最后一箱饮用水和压缩饼干。姐，谢谢你的衣服，你瘦，比我更耐高温，我还得传承夏家的血脉呢。夏薇的声音温柔的像毒蛇，陆远甚至没有看我一眼，揽着夏薇转身离去。意识消散的最后一刻，我只有一个念头，我不甘心。猛地，我从床上弹坐起来，大口喘着粗气，空调的冷风吹在身上，我却感觉不到一丝凉意，只有那种被活活烤死的记忆烙印在我的灵魂深处。这不是我的出租屋，而是我家里，我的卧室。墙上的日历刺眼地写着7月15日，我回来了，我竟然重生了。距离那场席卷全球的长达10年的高温末世还有1个整月。狂喜过后是彻骨的寒意。陆远、夏薇，这2个我曾最爱、最信任的人，这一世我要你们血债血偿。猪猪，起床了吗？快出来吃早饭。是妈妈临近的声音，我心头一紧。前世高温爆发后，为了给我多争取一些物资，爸妈都在混乱中丧了命。我冲出房间，看到饭厅里熟悉的背影，眼泪瞬间涌了出来。爸爸夏建国看着报纸，妈妈正在摆放碗筷。怎么了？这孩子做了噩梦？我死死盯着他们，想说什么，却又怕被当成疯子。就在这时，爸爸放下报纸，目光沉静地看着我，缓缓说了一句：今天的气温预报是35度，未来1个月恐怕会越来越热。我的心脏漏跳一拍，妈妈端着牛奶的手也停在半空，她看着爸爸，又看看我。建国，你还记不记得小区的李教授之前跟我们提过，他想买一台大功率的发电机？李教授，我记得他，高温初期的幸存者之一，后来死在了资源抢夺里。他那台发电机在前期救了无数人的命。我们3个人谁也没有再说话，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已经确认了彼此最不可思议的秘密。我们一家都回来了，没有抱头痛哭，也没有多余的废话。经历过10年地狱的我们，比任何人都清楚时间的宝贵。我马上去联系我在建筑院的老同事。爸爸夏建国，一辈子稳重的工程师，此刻眼神锐利如刀。我们这栋别墅的结构图我脑子里有，我要把它改造成一个绝对安全的堡垒。我联系医院的旧部。曾是医院院长的妈妈林静立刻接口：药品、医疗器械、营养液，所有能搞到的我都要。他们看向我，我深吸一口气，说出那2个名字：陆远、夏薇，交给我。我不仅要让他们付出代价，还要利用他们，榨干他们最后一丝价值。钱。爸爸一针见血，改造需要巨额资金，卖掉市中心的公寓和家里的股票。我毫不犹豫地说：爸妈，我们没有时间了。就在这时，我的手机响了，屏幕上跳动的2个字让我的血液瞬间冷了下来。陆远。我看着手机屏幕上陆远2个字，胃里一阵翻江倒海，爸妈的眼神也瞬间变得冰冷，充满了毫不掩饰的杀意。竹竹。妈妈的声音带着一丝紧张，我对着他们做了一个安心的手势，划开接听键，声音甜美如常。喂，阿远。猪猪，想我了没？我刚下飞机，晚上一起吃饭。陆远的声音还和记忆中一样，充满了虚伪的温柔。前世他也是这个时候出差回来，给我带了一条昂贵的项链，哄得我心花怒放，转头就用我父母给我的购房款替夏薇的父母还清了赌债。好啊，我轻快地答应下来。不过今天可能不行，我爸妈让我陪他们去郊区看个房子，晚点我联系你。看房子？你们要买新房？陆远的声音里透出一丝不易察觉的急切。是啊，我爸说市里太吵，想换个带院子的别墅住。我漫不经心地说。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是陆远更加热切的声音：那太好了，我陪你们一起去，帮你爸妈参谋参谋。不用了，我们自己先看看，回头聊。我果断挂掉电话，不给他继续纠缠的机会。他果然还是盯上了我们的钱。爸爸冷哼一声，他越是心急，就越容易露出马脚。我看着爸妈，无比庆幸我们一家人都在。爸妈，我们的计划必须立刻开始。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家就像一个高速运转的精密仪器。爸爸夏建国在书房里铺开巨大的图纸，那双曾经用来设计城市地标的手，现在只专注于一件事：把我们这别墅改造成末日堡垒。外墙全部加装钢板，所有窗户换成防弹玻璃，外面再加一层钛合金防盗卷帘。地下室要向下再挖10米，做成物资储备库和安全屋。独立的通风系统和水循环系统是关键。屋顶铺满太阳能电板，连接大容量蓄电池，保证基础电力供应。爸爸的语速极快，眼神里闪烁着疯狂而又严谨的光芒。妈妈林静则成了全家的后勤总指挥，她一天要打几10个电话，动用她当院长时积累的所有人脉。老张，我需要一批广谱抗生素和外科手术包。对，佳琪。小王，你们公司生产的军用级压缩饼干和脱水蔬菜，我要一个货柜的量。我家里要装修，需要大量的耐火材料和隔音棉，钱不是问题。挂掉电话，妈妈的脸上没有一丝血色，
但眼神却异常坚定。而我则负责最大也是最关键的一环，钱。除了卖房卖股票，我还利用前世的记忆，将家里所有的流动资金投入了股市。我知道未来1周有几只科技股会因为一项新政策而暴跌，而另一只不起眼的医药股则会因为一项专利突破一飞冲天。这是我们计划的第1桶金。傍晚，我正在电脑前准备进行股票操作，手机进来一条短信，是夏薇。姐，听说陆远哥回来了，他约你了吧？明天我们一起去逛街好不好？我想给你和陆远哥的约会挑件漂亮的裙子。后面还跟着一个可爱的颜文字表情。我看着这条短信，嘴角的笑容冰冷。这对狗男女又开始演戏了，他们哪里是想给我挑裙子，不过是想找个借口把我骗出去，好让陆远顺理成章的开口要钱罢了。前世的我就是这样一步步掉进他们编织的温柔陷阱。我手指在屏幕上轻轻敲击，回了2个字：好啊。第2天，我按照约定的时间来到市中心的恒隆广场，远远就看见夏薇挎着陆远的胳膊，两人有说有笑，亲密的像一对真正的情侣。看见我，夏薇立刻松开手，小跑着过来挽住我的胳膊，笑得天真烂漫。姐，你来啦！你看我跟陆远哥，我们都等你半天了。陆远也走过来，很自然的想牵我的另一只手，被我装作整理头发，不着痕迹的躲开了。路上有点堵车，我淡淡的解释，目光落在夏薇身上。薇薇，你今天这身真好看。夏薇身上是一套当季的最新款，我记得价格5位数。她有些得意的转了个圈。是吗？陆远哥送我的生日礼物。我的生日明明在下周，而夏薇的生日还有3个月。我心中冷笑，脸上却露出惊喜的表情。哇，阿远，你对薇薇真好，比对我这个正牌女友都上心。陆远的表情僵了一下，夏薇也有些尴尬。怎么会呢？猪猪，我对你的心你还不知道吗？陆远立刻开始补救。走，今天你看上什么随便买，都算我的。接下来的逛街就成了一场精彩的表演。夏薇不停地拉我去看各种昂贵的奢侈品，眼神里的暗示几乎要溢出来。姐，你看这个包多配你今天的气质。姐，这条项链好闪啊。陆远则在一旁扮演着慷慨多金的完美男友，不住的附和。喜欢就试试，猪猪，你戴什么都好看。前世我就是这样被他们哄着，刷爆了信用卡，还觉得陆远是真心爱我。可现在我只是觉得他们像2只上蹿下跳的猴子。在一间名牌店里，夏薇看上了一个3万块的包，抱着不肯撒手，眼巴巴地看着陆远和我。喜欢？我笑着问他，他拼命点头。那就让你爸妈给你买啊。我脸上的笑容不变，声音却清晰地传遍了整个店铺，引来周围店员和顾客的侧目。薇薇，你也是大学生了，该懂事了。我爸妈养了你这么多年，已经仁至义尽了，总不能指望我这个姐姐或者我男朋友养你一辈子吧。夏薇的脸刷的一下，红一阵白一阵，精彩极了。他是我们家收养的，这是我们圈子里公开的秘密，但没人会当众说出来。陆远的脸色也十分难看，他想打圆场，却被我堵了回去。阿远，你说是吧？你赚的也是辛苦钱，我们俩以后要结婚买房，用钱的地方多着呢。我特意在结婚买房几个字上加重了语气。陆远果然上钩了，他立刻接口道：对，猪猪说的对，我们确实在考虑买房了。他顿了顿，状似不经意地问：对了，猪猪，昨天你说的叔叔阿姨看的郊区别墅怎么样了？地段好的别墅可不好抢，要不要我找人帮帮忙？我看着他，忽然笑了。不用，我爸看上的那套已经付了定金，他说安全最重要，那套房子的安保系统是全市最好的，还带一个超大的地下室，能防地震呢。我说完，死死盯着陆远的眼睛，他没有流露出任何贪婪或羡慕，反而下意识地追问了一句：地下室的通风怎么样？防水呢？问完，他自己似乎也察觉到不对，立刻掩饰道：我的意思是，地下室容易潮湿，要考虑周全。但我已经捕捉到了他眼神里那一闪而过的熟悉的精明和算计，那不是一个普通人会关心的细节，那是只有在末世里挣扎求生过的人才会刻在骨子里的本能。一个可怕的念头像电流一样窜过我的四肢百骸。陆远，他也重生了。那个念头在我脑中炸开，世界仿佛都安静了一瞬。陆远也重生了，这个认知比前世被他背叛时还要让我感到彻骨的寒冷。这意味着我面对的不再是一个贪婪的蠢货，而是一个和我一样掌握着未来10年走向的心狠手辣的对手。我的计划必须全部推倒重来。猪猪，怎么了？陆远掩饰性的关切拉回我的思绪。夏薇也察觉到气氛不对，不情不愿地放下那个昂贵的包，小心翼翼地观察着我们的脸色。我收回所有外露的情绪，看着陆远，笑意重新回到脸上，但这一次笑意未达眼底。没什么，只是突然想到，既然我们都要买房了，那阿远，你现在住的地方是不是也该考虑换一个更大的？毕竟以后我们结婚，总不能还让你住在那个小公寓里。我死死盯住他的眼睛，如果他也是重生的，他囤积物资的地点一定就在他现在住的那个单身公寓里，那是我从未去过的地方，也是他最安全的据点。果然，陆远的眼神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警惕。你说的对，是该考虑了。他含糊地应付着，显然不想在这个话题上多谈。好了，时间不早了，我爸妈还等我回家吃饭。我不再逼迫，转身就走，连招呼都懒得打。姐，夏薇在后面叫我，陆远的声音也带着一丝急切。猪猪，我送你。我没有回头，只是摆了摆手，快步走出了商场。我需要立刻回家，把这个惊人的发现告诉爸妈。
我需要立刻回家，把这个惊人的发现告诉爸妈。坐在出租车上，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陆远重生了，这件事有利有弊，弊端是他会和我一样，利用信息差疯狂敛财、囤积物资，甚至可能会破坏我们的计划。但好处是，他同样会不计代价地为末世做准备。一个人的力量终究有限，他从我这里骗钱，说明他自己的资金并不充裕，而他囤积的物资，最后都将是我的。回到家，爸妈正在等我，不等他们开口，我直接关上门，用最简短的话说出了我的结论：陆远也重生了。客厅里陷入了沉默，爸妈脸上的表情从震惊到凝重，最后变成和我一样的狠厉。这下麻烦了，一个知道未来的人，如果铁了心要使坏，破坏力是惊人的。他不仅会使坏，他还会抢。我们能想到的物资渠道，他也能想到。这不再是简单的准备，而是军备竞赛。不，这不是竞赛，是狩猎。他以为他是猎人，却不知道在我们眼里，他才是那个最肥美的猎物。我将今天试探他的话说了一遍，然后说出了我的新计划。既然他急着囤积物资，那我们就帮他一把。我要让他心甘情愿的用他全部的钱去替我们购买物资，然后在他最得意的时候，连人带货一起收下。爸爸的眼中闪过一丝亮光，引蛇出洞，不是请君入瓮。确定了新的计划，我们家的气氛反而没有之前那么紧绷了。陆远这个重生者就像一头闯入我们领地的饿狼，虽然危险，但只要设下的陷阱足够精妙，它就会成为我们过冬最丰厚的储备。第二天，我没有像往常一样守在电脑前操作股票，而是久违的睡了个懒觉。果然，上午10点，陆远的电话准时打了过来。竹，昨天你怎么自己先走了？是不是生我气了？他的声音充满了歉意，演技一如既往的精湛。没有啦，我用一种带着睡意的软绵绵的语气回答。昨天逛累了，回家倒头就睡了。对了，昨天那只医药股你没错过吧？我无意间提起前几天在股市赚到第1桶金的那只股票，我知道他也重生了，他一定也知道这只股票会暴涨，但我必须装作是我运气好，才能引他上钩。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竹，你是怎么知道那只股票的？陆远的声音听起来很随意，但我能想象出他此刻凝重的表情。我做了个梦，我打了个哈欠，用一种分享小秘密的语气说，梦到我买的股票涨停了，醒来一看，代码竟然还记得，我就试着买了点儿，没想到真的涨了。你说神不神奇？这个理由很扯，但对于一个急于验证和寻找同类的人来说，却是最好的鱼饵。是吗？那真是太巧了。陆远的声音里透着压抑不住的激动，他以为我是一个刚刚觉醒的什么都不懂的幸运儿。对了，我仿佛刚刚想起，我最近还总做一些奇奇怪怪的梦，梦到天气会变得特别热，热的人都不能出门。你说我是不是压力太大了？我这是在向他发出信号，一个同类之间的信号。陆远呼吸一滞，随即用一种无比凝重的语气说，竹，你做的梦可能都是真的，有些事我们必须当面谈谈。好吧。我假装犹豫了一下，那一会儿老地方咖啡馆见。挂掉电话，我嘴角的笑容无比冰冷。鱼上钩了。那一会儿老地方咖啡馆见。挂掉电话，我嘴角的笑容无比冰冷。鱼上钩了。陆远很快就到了，他的表情是我从未见过的严肃和凝重。猪，他坐下来，开门见山。竹，你刚才说的梦是不是还梦到了其他东西，比如具体的日期？我装作有些害怕的看着他。阿远，你怎么了？你的表情好严肃。我梦到8月15号，太阳会变得非常非常大，像火球一样。陆远猛地攥紧了拳头，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他看着我，眼神里混杂着试探、狂喜，还有一丝上位者对弱者的怜悯。竹，不要怕。他放缓了语气，握住我的手。看来我们是被选中的人，我们提前知道了未来的灾难。灾难？我恰到好处地表现出惊慌。对，一场席卷全球的高温灾难，食物、水、药品，所有的一切都会失效，只有提前做好准备的人才能活下去。那我们该怎么办？我看着他，眼神里充满了依赖和信任，这正是他想看到的。陆远深吸一口气，抛出了他的最终目的。我们必须合作，我知道你需要什么，你也知道我需要什么，我们把钱凑在一起，集中力量，才能采购到足够我们活下去的物资。合作？我看着陆远，眼中充满了迷茫和依赖。对，合作。陆远握紧我的手，语气恳切。竹，我们是天选之人，只有我们联合起来，才能在这场灾难中活下去。相信我，我知道该怎么做。他看着我，像是在看一个需要他保护的涉世未深的小姑娘。他以为他掌控了全局，他不知道，从他踏入这家咖啡馆开始，他就已经掉进了我为他量身定做的陷阱。可是我没有多少钱。我低下头，显得有些局促。我爸妈虽然同意买房，但那些钱他们要用来买别墅，我能动用的只有我自己的积蓄。这是在告诉他，我家的大部分资产他别想染指，同时也是在逼他，让他把自己的钱拿出来。陆远果然有些急了。叔叔阿姨，买别墅的钱先不动，我是说我们俩把各自的钱拿出来。我刚卖了老家的房子，还有这些年工作攒下的一些钱，大概有300万。你那里有多少？ 300万。我心中冷笑，钱是他可不是这么说的。
他从我这里骗走了500万，说是要去创业，结果1分钱都没还。我大概有100多万。我报出一个数字400多万还是太少了。陆远皱起眉头，开始盘算。高温之后最缺的是什么？是电，是水，是食物。我们需要大功率的发电机，需要水净化设备，需要能长期储存的食物和药品。这些东西普通渠道根本买不到。他看着我，掏出了诱饵。竹竹，我知道一个地方可以买到军用级别的物资，从发电机到压缩干粮，应有尽有，但价格非常昂贵，而且必须全款预定。我心里一动，军用物资，前世我可没听说过这种渠道。看来陆远的重生还带着一些我不知道的信息，这更好。真的吗？那我们快去买啊！我表现出急切。钱不够。陆远摊了摊手。我打听过了，光是一套小型的太阳能发电设备和水循环系统就要500万起步，更别说其他的了。他终于图穷匕现了。那怎么办？我急得快要哭出来。还有一个办法。陆远循循善诱。你不是能梦到股票吗？距离灾难还有1个多月，我们还有时间。你负责赚钱，我负责联络渠道，我们分工合作。好，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仿佛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接下来的半个月，我和陆远进入了蜜月合作期。我利用前世的记忆，在股市里翻云覆雨，每一次都精准地踩在涨停或跌停的节点上。我将我们家准备用来改造别墅的资金分批投入股市，伪装成我们合作赚来的钱。账户上的数字像滚雪球一样飞速增长，1000万、3000万、5000万。陆远彻底疯狂了，他每天看着账户上暴增的数字，眼神里的贪婪和狂热已经毫不掩饰。他看我的眼神就像在看一个会下金蛋的母鸡，而我则冷眼旁观。与此同时，我家的别墅改造也在秘密进行。爸爸夏建国找来的施工队全是他信得过的老部下，签了最严格的保密协议，24小时3班倒，进度快得惊人。妈妈临近订购的物资也通过各种伪装分批运进了即将完工的地下室，一切都在我的计划中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直到这天，陆远兴奋地找到我，竹竹，钱够了。他晃着手机，屏幕上显示着我们联名账户里那个超过8位数的余额。我已经和卖家联系好了，他同意出货全套的生存设备，还有够我们10个人吃10年的物资。10个人？我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数字。陆远愣了一下，随即笑道：当然了，还有叔叔阿姨、夏薇，还有我爸妈，我们2家人一起活下去。我看着他虚伪的笑脸，心里一阵作呕，但我还是点点头，装作欣喜的样子。太好了，那我们什么时候交易？后天晚上，城西的废弃工业园。陆远压低了声音，对方要求现金交易，我们得提前把钱取出来。现金交易，废弃工业园，这简直是黑吃黑的标配。我看着陆远兴奋的脸，心里已经明白了他的下一步计划。他根本没打算和我合作共赢，他想在交易完成的瞬间就杀了我，独吞所有物资，就像前世他对我做过的那样。现金交易？我故作惊讶，这么多钱怎么取？银行肯定会问的。我早就安排好了。陆远一脸胸有成竹。我找了几个地下钱庄的朋友，分批提现，手续费高了点，但绝对安全。后天下午钱就能全部到位。他连洗钱的渠道都准备好了，看来为了独吞这笔钱和物资，他已经策划了很久。阿远，你真厉害！我由衷的赞叹道。陆远非常受用，他拍了拍我的头，像在安抚一只宠物。放心吧，竹竹，一切有我，你只要乖乖听话，我们就能成为新世界的亚当和夏娃。亚当和夏娃，我差点笑出声。他大概是想和夏薇做一对狗男女。那交易的时候我要一起去吗？我小心翼翼地问。当然。陆远毫不犹豫地说，这么重要的事情你必须在场，不过你放心，我会保护你的。他需要我在场，一是因为有些签字环节可能需要联名账户的双方都在，二来他要在拿到物资的第一时间就解决掉我这个合伙人。一个废弃的工业园，一个知道未来秘密的我，处理起来神不知鬼不觉。好一招12鸟。从陆远那里离开，我立刻回了家，爸妈早已等得心急如焚。怎么样？他上钩了！后天晚上城西工业园现金交易。我言简意赅地说明了情况。现金交易？他想黑吃黑。爸爸夏建国立刻反应过来，他不仅想黑吃黑，他还想在那天晚上连我一起解决掉。我补充道。妈妈林静的脸色瞬间变得煞白。不行，这太危险了，竹竹，我们不能去，钱我们不要了，物资我们再想别的办法。妈，你冷静点。我握住妈妈冰冷的手。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陆远以为他是猎人，但他不知道我们才是。这场戏必须演下去，而且要演全套。我看向爸爸。爸，我需要你帮忙，我需要一个专业的团队。爸爸立刻明白了我的意思。安保团队？对，不是普通的保安，是我需要那种上过战场、见过血，能处理任何突发状况的专业人士。我说出了我的要求。钱不是问题，我们的账户里还有一部分资金没有动，那是我们家的备用金，也是我的底牌。爸爸夏建国沉默了片刻，他走进书房，打了一个电话，他的声音压得很低，但我还是听清了几个词：老战友，境外，最高标准，目标人物只有一个。挂掉电话，爸爸走了出来，
对我点点头。一个12人的标准小队，队长代号幽灵，明天下午5点前会到指定地点待命，他们只听你一个人的命令。我心中大定，接下来就是等待后天晚上的那场鸿门宴。交易日当天，陆远打来电话，确认我已经准备好，他的声音里透着一丝掩饰不住的兴奋和残忍，我则表现得比他更兴奋，还带着一丝对未来的憧憬和对他的无限崇拜。晚上8点，陆远开车来接我，我们一起去了他指定的仓库，看到了那几个装着5000万现金的巨大木箱。陆远和他那几个所谓的朋友将钱搬上了另一辆货车。猪猪，你坐我的车，我们跟在货车后面。陆远为我打开副驾驶的车门，我顺从地坐了进去。车子启动，驶向城西的废弃工业园。路上，陆远一直在和我描绘未来的美好蓝图，说我们有了这些物资，就能在末世里建立自己的王国。我一边点头附和，一边悄悄地将一个微型定位器贴在了他的座位底下，同时我用手机发出了最后一条信息：猎物已进入牢笼，准备收网。货车在废弃工业园深处的一座巨大仓库前停下，这里一片漆黑，只有车灯照亮了前方锈迹斑斑的卷帘门。就是这里了。陆远停下车，回头对我笑了笑，那笑容里带着一丝我熟悉的即将得手的贪婪。他拿出手机拨了一个号码，很快仓库的卷帘门发出一阵刺耳的摩擦声，缓缓升起，里面站着7、8个身材壮硕的男人，为首的是一个脸上有一道长长的刀疤，看起来格外凶悍。钱带来了吗？刀疤脸声音沙哑地问。货呢？陆远反问，丝毫不怵。刀疤脸一挥手，他身后的几个男人让开一条路。仓库深处摆放着一排排崭新的设备和堆积如山的物资箱，太阳能电池板、柴油发电机、大型水净化装置，还有印着军用标志的食品箱和药品箱。和我预想的一样，陆远真的有特殊的渠道，这些物资比我妈费尽心思搞到的还要精良。陆远眼中闪过一丝狂热，他回头对我使了个眼色，他的2个手下立刻打开了货车后备箱，将几个装满现金的箱子提了出来，当着刀疤脸的面打开，一沓沓崭新的钞票在昏暗的灯光下显得格外诱人。刀疤脸验了货，满意地点点头。货款2清。他一挥手，他的人便退到了一边，显然不打算参与接下来的事情。这是规矩。交易完成，陆远的手下开始兴奋地将仓库里的物资往货车上搬。陆远走到我身边，揽住我的肩膀，亲昵地说：“猪，看到了吗？我们成功了！从今天起，我们就是新世界的神。”他的手看似是揽着我，实则已经用一股巨大的力量钳制住了我的行动。他的另一只手悄悄伸向了后腰，我知道那里藏着一把刀，他准备动手了。是啊，我们成功了。我看着他，也笑了，我的笑容让他感到一丝不安。猪，你怎么……他的话没能说完，因为就在这一刻，仓库四周所有的出口，包括刚刚升起的卷帘门，瞬间被同时关闭。刺耳的警报声响彻整个园区，无数道强光手电的光束从4面8方射了进来，将我们所在的区域照得亮如白昼。仓库2楼的护栏上出现了10几个身穿黑色作战服、手持武器的黑影，红色的激光瞄准点精准地落在了陆远和他那几个手下的眉心。不许动！冰冷不带一丝感情的警告声仿佛来自地狱，陆远和他的人全都僵住了，他们脸上的兴奋和贪婪瞬间变成了惊恐和难以置信。陆远猛地看向我，眼神里充满了怨毒和不解。是你算计我！现在才反应过来，太晚了。我挣脱他的钳制，后退一步，与他拉开距离。那个被称为幽灵的队长从天而降，悄无声息地落在我身边。夏小姐，目标已全部控制。我点点头，目光扫过陆远和他那几个已经吓傻了的手下，最后落在了那群假扮卖家的刀疤脸一伙人身上。他们也同样被控制住，但为首的刀疤脸脸上却没有丝毫慌张，反而饶有兴致地看着我和陆远。你又是谁？我问他，刀疤脸笑了，露出一口白牙。我只是个送货的，不过小姑娘，你这一手黑吃黑，玩的可比你这位男朋友漂亮多了。把钱和货都留下。我懒得跟他废话。那可不行。刀疤脸摇了摇头，货可以给你，但钱我必须带走，这是我们道上的规矩。就在这时，幽灵的耳机里传来一个声音，他脸色一变，立刻对我说道：夏小姐，外围警介绍发现有大量不明身份的车辆正在高速接近这里，预计3分钟后抵达。大量车辆。我眉头一皱，这不在我的计划之内，难道是陆远还留了后手？我看向陆远，他脸上的表情比我还惊讶，显然这批人也不是他叫来的。幽灵，对方有多少人？至少30人，车辆没有牌照，来意不善。幽灵的回答简洁而致命，我们这边加上刀疤脸的人也不过20出头，而且刀疤脸这伙人立场不明，很可能会趁火打劫。3分钟，时间太紧了。夏小姐，必须立刻撤离。幽灵当机立断。不行，我立刻否决。物资必须带走，1箱都不能少。这批军用级别的物资，其价值远超那5000万现金，在即将到来的末世，他们就是命。我的目光在仓库里飞快地扫视，货车有2辆，一辆装着现金，一辆是陆远准备用来运物资的。想在3分钟内把仓库里所有的物资都搬上车，根本不可能，必须做出取舍。幽灵，我立刻下令，放弃现金，让你的人立刻把发电机、水净化装置和所有药品箱搬上货车，快！电力、净水、药品、
这是末世生存的3大核心，优先级最高。是。幽灵的人立刻行动起来，他们训练有素，效率极高，像一群精准的工蚁，迅速将我指定的物资搬运上车。陆远和他的人以及刀疤脸一伙都被枪口指着，蹲在角落，不敢妄动。陆远的眼神像毒蛇一样盯着我，他想不通我到底是从哪里找来的这群天兵天将。小姑娘有魄力。刀疤脸看着我，竟然笑了起来。不过外面来的人恐怕是冲着我们来的，你们被卷进来了。闭嘴！幽灵的一个队员用枪口顶了顶他的头。物资装载70%，耳机里传来报告，预计还有1分钟结束。时间在一秒一秒的流逝，我能清晰的听到远处传来的越来越近的引擎轰鸣声。装载完毕，上车，准备突围。我下达了最后的命令。幽灵的人动作极快，一部分人上了货车，另一部分人护送着我冲向路远开来的那辆越野车。夏小姐，钥匙。我这才想起车钥匙还在路远身上，我猛地回头看向蹲在角落的路远，他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脸上露出了一丝狰狞的笑容。他把车钥匙紧紧攥在手里，像是在攥着最后的筹码。想要钥匙，你过来拿。他冲我喊道：“干掉他，搜身！”我毫不犹豫。就在幽灵的一个队员准备动手时，仓库的卷帘门传来一阵剧烈的撞击声，巨大的金属门被直接撞得变形，几辆改装过的越野车像疯牛一样冲了进来，将仓库里的人和物撞得人仰马翻。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所有人都乱了阵脚，枪声、叫骂声、金属碰撞声混杂在一起。我和幽灵被这股冲击力撞到了一边，混乱中，我看到路远像一条泥鳅一样，趁机溜到了一根柱子后面，而那个刀疤脸则和新冲进来的那伙人激烈的交上斧。保护夏小姐，突围！幽灵大吼着，将我护在身后，对着冲过来的人群猛烈还击。我死死地盯着路远的方向，绝对不能让他跑了。我从地上捡起一把手枪，朝着路远藏身的柱子摸了过去。就在我绕过柱子的瞬间，路远也同时从另一边闪了出来。我们两人在不到3米的距离内四目相对，他的手里没有刀，却多了一把和我手中一模一样的手枪。他看着我，脸上没有了之前的怨毒和不甘，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极度疯狂的病态的笑容。下逐，下逐！他笑着，声音在嘈杂的枪声中显得异常清晰。你以为这就结束了？你以为你赢了？他缓缓举起枪，对准了我。你是不是觉得重生一次就能改变一切？你是不是觉得只要有了物资就能高枕无忧？他的笑容越来越大，眼神里充满了怜悯和嘲弄。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吧，这场高温根本不是天灾，它只是一个开始，一场筛选。真正的末日根本不是高温，而是……砰！一声枪响，不是他开的枪，也不是我。子弹从一个我意想不到的角度射来，精准地穿透了路远的眉心。路远脸上的笑容凝固了，他难以置信地看着子弹射来的方向，身体缓缓向后倒去。在他倒下的身后，站着那个本该早已离场的刀疤脸。他吹了吹枪口的硝烟，看着我，咧嘴一笑。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江城，和你一样，我也是重生的。江城的话像一颗炸弹，在混乱的仓库里炸响。我看着他，他杀了路远，却用一种审视同类的目光看着我。轰！仓库大门被再次撞击，外面那伙不明身份的人已经开始强攻。没时间解释了。江城冲我喊道：“外面的人是冲着我来的，想活命就跟我合作。”我凭什么信你？我举枪对着他，丝毫没有放松警惕。凭我知道路远没说完的秘密，凭我知道这场灾难背后是什么。江城大吼：“现在带着你的货跟我走，我的人会为你们开路。”幽灵在我身边低声说：“夏小姐，我们被包围了，强行突围，伤亡会很大。”我瞬间做出决断。幽灵，上货车！江城，让你的人坐到车顶，负责火力压制，我们一起冲出去。江城咧嘴一笑，够爽快。他的人和我的人迅速行动，我和江城则一起冲向那辆装着物资的货车驾驶室。钥匙！我冲着路远的尸体喊道。幽灵的一个手下迅速从路远身上搜出越野车钥匙，扔给了我。我跳上货车，发动引擎。江城则坐在副驾，端着枪，冷静地指挥着他的手下。坐稳了。我一脚油门踩到底，货车像一头钢铁巨兽，朝着被撞开的缺口猛冲出去。货车冲出仓库，外面的景象让我心头一沉。10几辆改装越野车形成了一个包围圈，车顶上都架着武器，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我们。坐稳了！我大喊一声，他的人和我的人同时开火，密集的火舌在黑夜中交织成一张死亡之网。对方显然没料到我们敢主动冲锋，阵脚一乱，我抓住机会猛打方向盘，货车以一个蛮横的漂移，硬生生从2辆车的缝隙中挤了出去，轮胎与地面摩擦，发出刺耳的尖叫。幽灵，开道！我对着通讯器大吼，另一辆由幽灵队员驾驶的越野车从我们侧后方杀出，像一把尖刀，为我们清理着追击的敌人。我们的车队在黑夜中狂飙，1个小时后，我们终于甩掉了所有追兵，停在了一个僻静的立交桥下。我和江城下了车，他的人和我的人依然在持枪对峙，气氛紧张。现在你可以说了，路远没说完的秘密是什么？江城扔掉手里的烟头，用脚碾灭。不是天灾，是人祸，或者说是一场由某个我们无法想象的组织
在全球范围内发起的筛选。我的心脏漏跳一拍。筛选什么？筛选适应者，高温只是开胃菜，接下来会有辐射、磁暴、变异，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逼出人类的极限，诞生出能在新世界活下去的新人类。而我们这些重生者不是幸运儿，我们只是上一轮筛选的失败品，被扔回来重新参加考试的复读生而已。复读生这个词让我感到一阵荒谬。对，江澄点点头。我们带着记忆回来就是我们最大的优势，但这个优势并非我们独有。你的意思是还有很多重生者？很多。江澄说，有的人像你带着家人默默种田，有的人像陆远贪婪愚蠢想当土皇帝，还有的人像我想弄清楚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指了指我们身后那车物资。这些东西能让你在前期活得很好，但想活到最后，光有物资可不够。我明白他的意思，如果这真是一场筛选，那必然有规则，有目的，甚至有监考官。追杀你的人是谁？我的一个老对手，也是个重生者，上一世我就死在他手里。江澄说的轻描淡写。他比我更清楚这场游戏的规则，也比我更不择手段。我怎么知道你说的不是谎话？我依然保持警惕。江澄笑了。你可以不信，但高温爆发后，当你看到第一批进化者出现时，你就会信了。进化者？没错，能抵御高温，甚至能吸收热能的人类，他们才是这场筛选的优等生。江澄看着我，而我们这些复读生，如果不抱团，只会被他们当成垫脚石，再次淘汰。他向我伸出手，重新认识一下江澄，希望我们能成为盟友，而不是敌人。我没有和江澄握手。盟友？我看着他，我连你是谁都不知道。你会知道的。江澄收回手，并不在意。灾难还有最后10天，10天后我会再来找你，到时候希望你能做出正确的选择。说完，他带着他的人，驾驶着几辆在混战中抢来的车，消失在夜色中。夏小姐，我们现在去哪？幽灵问道。回家。带着满车的顶级物资，我们回到了别墅。当爸爸妈妈看到这批比他们预想的还要精良的装备时，脸上的震惊无以复加。主主，这些事……我将仓库发生的一切，包括江澄的存在和他说的话，全部告诉了他们。书房里，我们一家3口陷入了长久的沉默。筛选进化者。爸爸夏建国喃喃自语：如果这是真的，那我们面临的将是比前世严酷100倍的未来。至少我们现在知道了方向。妈妈临近的眼神反而更加坚定。不管未来是什么，我们一家人都在一起，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点点头，看向爸爸。爸，别墅的改造必须加快，安保等级要提到最高。明白。接下来的几天，我们家的堡垒进入了最后的收尾阶段。幽灵的团队也正式接管了别墅的安防，他们在别墅周围布下了天罗地网，任何风吹草动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睛。8月12日，距离末世还有3天，我正在地下室清点物资。幽灵突然通过内部通讯联系我。小姐，门口有访客，他说他叫夏薇，是你的妹妹。夏薇。我走到1楼的监控室，屏幕上夏薇正站在我们家紧闭的雕花铁门外，头发凌乱，脸色憔悴，完全没有了之前的光鲜亮丽。让她等着。我冷冷地说。我倒了一杯咖啡，不紧不慢地喝着，通过监控看着她在门外从焦急到哀求再到绝望。半个小时后，我才按下了通话键。有事？我的声音通过扩音器传出去，冰冷而不带一丝感情。姐是我，姐，你开门让我进去，我知道错了，你救救我。救你？我为什么要救你？陆远死了，他哭喊道。那些放高利贷的找不到他还钱，就来找我。他们说如果我还不上300万，就要把我卖掉。姐，你是我唯一的亲人了，你不能见死不救啊。亲人？我笑了。你背叛我，和陆远一起算计我的时候，怎么没想过我们是亲人？你扒下我的降温服，把我扔在高温下等死的时候，怎么没想过我们是亲人？门外的夏薇僵住了，她难以置信地看着摄像头。你怎么会？我怎么会知道？我对着话筒一字一句地说。因为我也回来了，夏薇，我从地狱里爬回来了，就是为了看你们这对狗男女怎么死无葬身之地。夏薇彻底崩溃了，瘫软在地上。就在这时，几辆面包车呼啸而来，停在了我们家门口。车上下来10几个手持棍棒的男人，为首的正是那天的债主。他们一把揪起夏薇的头发。臭丫头，跑啊，接着跑啊，钱呢？夏薇绝望地拍打着我们家的大门，哭喊着。姐，救我！我把陆远的秘密告诉你，一个天大的秘密。秘密？我看着监控里被拖走的夏薇，内心毫无波澜。他能有什么秘密？无非是陆远也重生了，或者他囤积物资的地点，这些对我来说早已没有价值。把它处理掉。我对幽灵下令。我不希望在我家门口看到任何垃圾。是。幽灵带了2个人出去，我没有看他们是怎么做的。几分钟后，门外恢复了宁静，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8月14日，末世前一天，天气预报已经失效，整个城市像一个巨大的蒸笼，气温攀升到了45度，街上的人明显减少，所有人都意识到了不对劲。我们家的堡垒已经彻底完工，从外面看，
它和普通的别墅没什么两样，但只有我们知道，它的墙体里灌满了特种水泥和钢板，窗户是防弹的，独立的供电、供水、通风系统可以让我们在里面生活10年。地下5层被我们改造成了巨大的物资仓库、种植区和安全屋。爸爸妈妈、我还有幽灵带领的12人安保队，将是这个堡垒的第一批居民。傍晚，我们一家人坐在餐厅，吃着末世前的最后一顿晚餐。明天一切就都不一样了。妈妈感慨道。不管怎样，我们在一起。爸爸握住妈妈的手，我看着他们，心中无比安宁。这一世，我不会再让任何人伤害我的家人。就在这时，堡垒的最高级警报突然响起，警告，检测到不明高能量物体正在高速接近，警告。我猛地冲到监控室，只见别墅上方的夜空中，一个巨大的火球拖着长长的尾焰，正朝着我们的位置笔直地坠落下来。那是什么？陨石？妈妈脸色煞白。不是陨石。爸爸死死盯着屏幕。它的轨迹是修正过的，它的目标就是我们。开启最高级防御。我冲着通讯器大吼。别墅的屋顶，一层厚重的钛合金装甲板缓缓闭合，将整个建筑包裹得严严实实。我们所有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惊呆了。轰！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整个堡垒剧烈地晃动了一下，仿佛地震来临。但很快，晃动就停止了，堡垒扛住了。报告损伤，外部装甲轻微变形，能量护盾消耗30%，主体结构完好。幽灵的声音从通讯器里传来，带着一丝劫后余生的庆幸。我冲到外部监控前，只见我们的院子里被砸出了一个巨大的深坑，深坑中央躺着一个已经烧得焦黑的，勉强能看出是某种金属舱的物体。是空投舱，是冲着我们来的空投舱。我纠正道，心中掀起惊涛骇浪。谁有这么大的手笔，在末世降临的前一刻，精准地把一个东西快递到我家门口？是江城，还是他那个神秘的对手，或者是筛选的组织者？夏小姐舱门好像有动静。我死死盯住屏幕，只见那个焦黑的金属舱，一道舱门竟然缓缓地打开了，一只手从里面伸了出来，那是一只苍白修长却布满了诡异蓝色纹路的手。紧接着，一个人影从里面踉踉跄跄地爬了出来。看清那个人的脸时，我如遭雷击，那个人竟然是夏薇。夏薇，他不是应该被高利贷的人处理掉了吗？怎么会从这个从天而降的空投舱里出来？我死死盯着监控屏幕，屏幕里的夏薇和2天前判若两人，他的脸色苍白的像纸，嘴唇却是诡异的蓝色。最可怕的是他的眼睛，瞳孔完全变成了冰蓝色，不带一丝人类的情感。他身上穿着一套破损的银白色紧身作战服，那些诡异的蓝色纹路就是从作战服的破损处蔓延到他皮肤上的。他怎么了？妈妈的声音在颤抖。这不是夏薇，爸爸沉声说，或者说不再是我们认识的那个夏薇了。屏幕里，夏薇站直了身体，她环顾四周，目光最后落在了正对着她的摄像头上。她笑了，那是一个极其诡异的笑容，嘴角咧开的弧度超出了常人。然后她对着摄像头缓缓地张开了嘴，没有声音，但我们都读懂了她的唇语。她说的是：姐姐，我回来找你了。下一秒，她的身影突然从监控画面中消失了。警报！1号门禁遭到强行突破。警报！入侵者已进入 C 区走廊。警报！3名安保队员失去联系。刺耳的警报声和急促的报告声接连响起。堡垒的内部结构图上，一个红点正在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朝着我们所在的中央控制室移动。他是怎么进来的？我们的大门连坦克都能挡住。妈妈难以置信。他穿墙了。幽灵的声音带着一丝惊恐。我从监控里看到，他直接穿过了合金大门。穿墙，这就是江城说的进化者。所有人 B 区集合，启动格杀勿论程序。我当机立断，中央控制室是堡垒的心脏，绝对不能让它靠近。B 区是我们设置的第2道防线，一条狭长的合金通道，两侧和天花板都布满了自动武器。幽灵，把它引到 B 区。收到。监控画面里，幽灵带着剩下的队员开始交替掩护，朝着 B 区撤退，而那个红点则紧追不舍。很快，幽灵和他的队员退入了 B 区通道的另一端。关门，启动火力网。我下令 ，B 区两端的闸门瞬间落下，将夏薇困在了通道之内。开火！通道两侧和天花板上，数十个枪口同时喷出火舌，密集的子弹形成了一张金属风暴，足以将一头大象瞬间撕成碎片。然而，监控画面里的景象却让我们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夏薇就站在金属风暴的中央，她甚至没有躲闪，无数的子弹打在她身上，却像撞上一层无形的屏障，纷纷变形弹开，在地上铺了厚厚一层。她毫发无伤，她抬起头，再次看向摄像头，那双冰蓝色的眼睛里充满了嘲弄。她抬起手，对着面前厚达30厘米的合金闸门轻轻一挥，滋啦，刺耳的声音响起，坚不可摧的合金闸门就像被热刀切开的黄油，瞬间融化出一个可供1人通过的大洞。他从洞里走了出来，一步步朝着中央控制室走来。物理攻击无效。幽灵的声音充满了绝望，我们最引以为傲的防御在他面前如同纸糊。
放弃 B 区，全员退守中央控制室。我冷静地下令，普通武器对他无效，只能用最后的手段了。控制室的大门缓缓关闭，这是我们最后的屏障。爸，EMP 准备好了吗？随时可以启动。爸爸的额头布满了汗珠。EMP 电磁脉冲武器，这是爸爸在改造堡垒时秘密加装的最后底牌，它能瞬间释放超强电磁脉冲，摧毁指定范围内的一切电子设备。我赌的是夏薇身上那套诡异的作战服，以及他表现出的种种非人能力，都源于某种高科技。只要是科技，就怕 EMP。脚步声在门外停了下来，咚咚咚。他没有选择穿墙，而是在敲门，礼貌而又充满了死亡的压迫感。姐姐，开门啊！夏薇的声音带着一种诡异的甜腻，穿透了厚重的合金门。我知道你在里面，你不开门，我就只能自己进来了。就是现在！爸爸猛地按下了红色的按钮，一股毁灭性的能量风暴以中央控制室为中心，席卷了整个堡垒。一瞬间，堡垒内所有的灯光、屏幕、监控全部熄灭，我们陷入了一片黑暗，只有备用的应急灯在几秒后微弱的亮起。门外敲门声停了，夏薇的声音也消失了。成功了吗？我死死地盯着那扇门，心脏提到了嗓子眼。突然，咔嚓一声轻响，门锁从外面被打开了，大门缓缓开启。夏薇站在门口，身上那套银白色的作战服已经失去了光泽，变得灰暗，但她那双冰蓝色的眼睛却比之前更加明亮。姐姐，你这个玩具还挺有意思的。她笑着说，可惜对我没用。 EMP 竟然也失败了。保护夏小姐。幽灵带着他最后的几个队员怒吼着冲了上去，夏薇只是随意的挥了挥手，一股无形的力量扫过，幽灵和他的队员们就像被一只无形的巨手拍中的苍蝇，瞬间倒飞出去，重重的撞在墙上，生死不知。转眼间，控制室里只剩下我们一家三口。好啦，苍蝇都清理干净了。夏薇一步步向我们走来，高跟鞋敲击地面的声音像是死亡的倒计时。现在我们来算算账吧，我亲爱的姐姐，还有爸爸妈妈。他看着我们，眼神里没有恨，只有一种居高临下的看待蝼蚁般的漠然。夏薇，你到底变成了什么？妈妈颤声问道。我夏薇笑了，我变成了神，而你们将是我成神之路上的第一批祭品。他伸出手，五指张开，对准了我。就从你开始吧，我亲爱的姐姐。上一世你死于高温，这一世我让你尝尝被绝对零度冻成冰雕的滋味。一股极致的寒意从他掌心涌出，我感觉自己的血液正在一寸寸凝固，皮肤上开始浮现出白色的冰霜。这就是绝对的实力差距吗？重生一世，机关算尽，到头来还是逃不过一死。我不甘心。就在我的意识即将被冰封的瞬间，一个熟悉又陌生的声音突然在我脑海中响起。检测到宿主遭遇致命威胁，系统激活，新手礼包发放中，恭喜宿主获得能力绝对掌控。绝对掌控系统，那是什么东西？来不及细想，一股暖流突然从我身体深处涌出，瞬间驱散了那股足以冰封灵魂的寒意。我对面夏薇脸上的得意笑容凝固了，她震惊地看着我。怎么可能？你竟然能抵抗我的绝对零度？我能感觉到我的身体正在发生某种奇妙的变化，周围的一切，空气、光线、物质，在我眼中都变成了一串串可以被读取和修改的代码，包括夏薇和她释放出的那股寒气。目标：夏薇初级进化者，能力绝对零度为。弱点分析：能量核心其心脏位置结构不稳定。掌控方案：能量逆转，全线剥夺。一连串的信息清晰地呈现在我的脑海中。我看着夏薇，就像一个程序员在看一段充满了漏洞的代码。绝对零度。我笑了，第一次在他面前露出了真正掌控全局的笑容。哇，你这个顶多算是制冷剂罢了。我抬起手，对着他轻轻打了一个响指，权限转移。夏薇脸色巨变，她惊恐地发现，她释放出的那股寒气正在以更快的速度倒卷回她的身体。不，这不可能，这是我的能力！她尖叫起来，白色的冰霜开始从她的指尖蔓延，迅速覆盖了她的手臂、她的身体。她想动，却发现自己已经被牢牢冻在原地。那双冰蓝色的眼睛里，第一次露出了恐惧。现在她是我的了。我走到她面前，看着她的一点点冻成一座栩栩如生的冰雕，轻声说：“夏薇，游戏结束了。”我看着眼前化为冰雕的夏薇，没有一丝喜悦。系统解释一下。我在脑海中问道。本系统为末日修正系统，旨在帮助宿主修正错误的末日走向，引导文明进入正确进化轨道。你是谁创造的？权限不足。你的筛选是怎么回事？权限不足。一连串的权限不足，让我明白这个突然冒出来的系统也藏着巨大的秘密。主，
你爸妈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担忧和不解。我暂时没法和他们解释系统的存在，只能说，我好像也觉醒了某种能力。我将目光投向那些倒地的安保队员，在我的绝对掌控视野里，他们每个人的身体数据都清晰可见。生命体征微弱，但可以修复。我伸出手，一股无形的力量将他们笼罩，他们身上的伤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开始愈合。几分钟后，幽灵第一个睁开了眼睛。夏小姐，你们没事了？我收回手，感觉一阵轻微的眩晕，看来这种修复能力消耗很大。这时，堡垒的备用电力恢复，屏幕重新亮起，一张陌生的脸突然出现在主屏幕上，是江城。看来你已经解决了你的小麻烦。他看着我身后的冰雕，咧嘴一笑。恭喜你，夏竹，欢迎来到进化者的世界。你怎么接近我的通讯的？我皱眉。很简单，因为我给你的那批货里藏了一个小小的后门。江城坦然承认。我必须确保我的盟友有和我站在一起的资格。现在你有资格了。他收起笑容，表情变得严肃。给你看样东西。屏幕上画面切换，那是我们城市上空的实时卫星图像。只见城市的中心广场上，无数惊慌失措的人群正在奔逃，而在他们身后，一个身高超过3米的由岩石和火焰组成的巨人正在大肆破坏。8月15日0点01分，江城的声音传来：夏竹，末日正式开始了。那是什么？我看着屏幕里那个肆虐的火焰巨人，心中震撼。元素类进化者，而且是失控的。江城解释道。高温诱发了他的能力，但他无法控制，最终被力量吞噬，变成了只知破坏的怪物。这种情况多吗？从现在开始会越来越多，全球各地都会出现类似的失控进化者，或者像你妹妹那样的天降进化者。旧的秩序正在崩塌。我明白了，高温只是一个引子，真正的灾难是这些获得了力量却失去人性的神。你想说什么？我想邀请你加入方舟。方舟？一个由重生者组成的互助联盟。江城解释道。我们的目标，一是在这场浩劫中活下去，二是找出筛选背后的真相。你的能力正是我们需要的。我怎么知道？你们是不是另一个筛选组织？因为我们都被淘汰过。江城笑了笑。复读生之间总会多一点信任，不是吗？我要考虑一下。我没有立刻答应。可以。江城点点头。不过我得提醒你，你的堡垒虽然坚固，但很快就会有更强的客人找上门来，到时候光靠你自己可护不住你的家人。挂掉通讯，我陷入了沉思。江城的话像一块石头，在我心里激起了千层浪。方舟重生者联盟。就在这时，堡垒的外部雷达再次响起警报。报告，检测到大量生命信号，正在接近堡垒。我立刻切换监控，只见堡垒外面的街道上密密麻麻的全是人，他们都是我们这个小区的邻居。此刻，他们全都双眼通红，状若疯狂，像一群闻到血腥味的丧尸，朝着我们的别墅涌来。他们之中有我熟悉的张阿姨，有经常一起下棋的李大爷，但现在他们只有一个共同点，他们的额头上都浮现出了一个和夏薇类似的诡异的蓝色印记。他们被控制了。我立刻反应过来，是夏薇的能力。虽然她被我冰封，但她之前散播出去的某种信号已经感染了整个小区的人。他们想干什么？妈妈看着屏幕里那些疯狂的邻居，紧张地问。他们想进来。我看着那些人开始疯狂地撞击我们的大门和围墙，眼神冰冷。他们是我们的祭品，夏薇需要吞噬足够多的生命能量才能破冰而出。一个冰冷的声音突然从我身后的冰雕里传来，我猛地回头，只见冰雕内部夏薇那双冰蓝色的眼睛正直勾勾地盯着我，她的身体不能动，但她的意识竟然还能说话。姐姐，没用的。夏薇的声音里充满了恶意。这些人会源源不断地为我补充能量，等我吸收了他们，破开这层冰，你猜猜我会怎么对待爸爸妈妈？你敢？我眼中杀意暴涨，你看我敢不敢？轰！外面传来一声巨响，一个被控制的邻居竟然引爆了自己车子的油箱，想炸开我们的大门。虽然没成功，但这只是一个开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用最极端的方式攻击我们的堡垒。夏小姐，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幽灵拖着重伤的身体来到我身边，说道：我当然知道，这些人虽然普通，但数量太多，以多咬死象，任由他们攻击下去，堡垒的防御系统迟早会被耗尽，而且我不能杀了他们，他们是无辜的。检测到宿主面临抉择。方案1：启动监听模式，清除所有威胁。优点：快速高效。缺点：造成大量无辜者死亡，不符合系统修正主义。方案2：精神净化。优点：可解除精神控制，拯救所有人。缺点：需要消耗宿主大量精神力，可能导致宿主陷入虚弱。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方案2。所有人待在原地，不要出去。我独自一人通过升降梯来到了堡垒的屋顶，我看着下方黑压压的疯狂的人群，深吸一口气，闭上眼睛。我的精神力像一张无形的巨网，瞬间笼罩了整个小区。醒来！我的声音并非从口中发出，而是直接响彻在每一个被控制者的脑海。绝对掌控的能力在系统的加持下被我发挥到了极致。那张由我的精神力编织的巨网
开始精准地清除他们脑中属于夏薇的精神烙印。下方疯狂的人群动作开始变得迟缓，他们通红的眼睛逐渐恢复清明。我怎么在这里？我的头好痛！发生了什么？人群陷入了更大的混乱，但那种疯狂的攻击性已经消失了，他们额头上的蓝色印记也随之暗淡消散。成功了！我松了一口气，但随之而来的是一阵天旋地转的眩晕，精神力的过度消耗让我的大脑如同针扎。我强撑着身体回到中央控制室，他们恢复了。妈妈看着监控里不知所措的邻居们，难以置信。我点点头，正想说话，咔嚓咔嚓，一阵冰块碎裂的声音突然从身后传来。我们猛地回头，只见那座冰封着夏薇的冰雕上出现了一道道裂痕。怎么会？我明明解除了它的能量来源。我心中大骇，姐姐，你以为我的能量只来源于这些普通人吗？夏薇的声音再次响起，带着无尽的怨毒和疯狂。你忘了陆远那个蠢货死在了哪里吗？他临死前所有的不甘、怨恨，还有他对末日的所有认知，都被我吸收了啊！随着他的话音落下，冰雕轰然炸裂，夏薇从中走出，他的气势比之前强大了数倍，那双冰蓝色的眼睛里燃烧着复仇的火焰。现在，他舔了舔嘴唇，目光扫过我们每一个人。就在这时，爸爸妈妈还有江城，我们4个重生者的脑海里同时响起了一个冰冷毫无感情的机械音。第1阶段筛选结束，全球幸存率17.4%，恭喜各位幸存者进入第2阶段城市猎场。规则公布，每座城市只允许1名最终胜利者狩猎。开始。